妖物，去死吧！突然，那老者暴喝一声，手中的锥形宝物便脱手而出，本是掌心大小的锥子，在脱手之后，竟然瞬息化成数米有余，散发着耀眼的金光，夹带着极强的威势，萦绕着强大的符咒，向那妖物爆射而去。这一刻，楚风暗叫不好，因为凭借敏锐的精神力，他能够在这一刻察觉到，原来那锥子并不是普通的宝物，而是一个由金袍界灵师制作的特殊武器。这种武器只能使用一次，但威力却非常骇人，尤其是老者手中的这件，更是很不简单。换作是之前，也许楚风还会希望老者成功，毕竟只要杀死妖物，他也有希望能够逃脱。可是眼下，他却刚好相反，因为他发现这妖物是这么的熟悉，很可能是他认识之人，否则这妖物也不会放过他而不杀，反而去对付诛仙群岛之人。现在妖物没事，楚风才有活下去的机会。相反，若是妖物有事，老者活下来，那楚风才是必死无疑。然而，谁曾想面对这般恐怖的结界兵器，那妖物根本就不放在眼中，他不闪不躲，也不防御，竟然径直地向那结界兵器走去，竟以肉身抵挡。终于，那结界兵器轰击在了妖物的身上，可是也只发出一声刺耳的轰鸣而已。虽然的确造成了恐怖的涟漪，但那涟漪还未来得及扩散，便被妖物吸收了。没错，那结界兵器所造成的可怕攻击，的确是被妖物所吸收了。这件老者所精心准备的兵器，居然如同以卵击石一般，根本无法对妖物造成任何伤势。怎么会这样？见到这一幕，就连老者自己也被吓傻了。根据他的了解，这件结界兵器，哪怕是面对五品武军，也有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势，而不该是这般才对。除非真的强大到了一种难以抗衡的地步。长老，怎么办？居然连这件兵器都不管用。与此同时，狂野大汉与奶油小生也是吓坏了。那结界兵器可谓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如今机会破灭，他们大有一种无路可走的绝望之感。还能怎么办？只能等死。老者冷哼一声，眼中便闪现过一抹阴狠。他说话之间，双手抓住狂野大汉和奶油小生，竟将这两位同势力的小辈丢到了妖物的面前。而狂野大汉与奶油小生刚刚来到妖物身旁，便被妖物特有的力量将二人浮空而起，这是要炼化他们的节奏。大人，不知您来自何处，但求您不要杀我，我愿意追随于您，做牛做马，做猪做狗，心甘情愿，绝无怨言。还望大人饶我一命！饶命！饶命！请您不要杀我，我愿做您最忠心的仆人，我可以为你寻找更多修炼资源，引强大的修武者上钩，让他们供您修炼，请不要杀我！狂野大汉与奶油小生都被吓坏了，贪生怕死的他们开始毫无尊严地恳求起来，尤其是那个奶油小生，竟然还以为妖物提供修炼资源为前提，当真是猪狗不如，畜生一头。然而，对于他们的求饶，妖物也是毫不动容，只听两道撕心裂肺的惨叫响起，二人的便开始遭受最残忍的折磨。残忍，真的是最残忍。他们虽然也在承受炼化之痛，炼化的过程与其他人也是一模一样，但是他们所承受的时间却非常的漫长。没错，那妖物有意要折磨二人，竟然放慢了折磨他们的速度。楚风在如此距离之下，能够清晰地看见二人的肌肤被分割，伴随道道鲜红的血液涌入妖物的身体，被吸收、被炼化。肌肤被撕裂之后，便是肌肉、骨骼，直到内脏被炼化之前，二人还保持着生命状态。可见二人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痛楚。经过漫长的折磨之后，二人便只剩下了两架白骨。可是这一次，妖物并没有像先前一样直接将他们丢到一旁，竟将他们的骨骸粉碎之后吞噬了。对待二人的方式不仅仅是拉长了时间，增加了折磨强度，竟然连骨骸都吞噬，当真是连个渣都不剩。哈哈，楚风，你快看，这个妖物做事的方式和你好像，够狠，够残忍，本女王喜欢。这一刻，蛋蛋竟然喜悦地欢呼起来，一脸的解气。我平时有这么残忍？听得此话，楚风满面无辜地问道：你比他残忍多了，你愤怒起来简直不是人。哈哈，不过本女王就是喜欢你这样，做人就是要狠，尤其是对待敌人，不仅要冷血无情，还要变态凶狠，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闻风丧胆，不敢与你抗衡。蛋蛋笑嘻嘻的道。而这一刻，楚风则是颇显无奈，他又不是傻子，自然知道自己疯狂起来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却没有后悔过，反而觉得蛋蛋说得很对，对待敌人，他就是心狠手辣，做一个毫无人性的恶魔。所以眼下他亲眼看到那妖物以极其残忍的手段炼化了狂野大汉和奶油小生后，不但没有不适，反而感觉很爽，因为那两个家伙是他的敌人。不只是这两个家伙，还有那个3品武军的老者，你们是一伙的，你与这个妖物是一伙的。相比于楚风的淡定从容，暗自较爽，那位诛仙群岛的长老可就是面容苍白如纸，浑身不断颤抖。他一边倒退，一边指着楚风。对于妖物如此反常的举动，他心中已是有了猜测，那就是这个不简单的小鬼与那妖物乃是一伙的，原来他才是真正的羊入虎口。然而那妖物却没有给予这老者太多喘息的机会，意念一动，那老者便如同狂野大汉与奶油小生一样，开始接受残忍的折磨。只不过相比于那两位，老者所承受的折磨竟然更为凄惨。但对于楚风来说，这老者绝对是罪有应得，活该。然而当那只妖物转身之后，只是看了楚风一眼，便身形微晃，随后消失不见。而这一刻，楚风也是惊愕地发现，那失去的力量竟然恢复。抬头观望，发现在这封闭大阵出现了一个出口。那妖物真的放过了楚风一马，为何会感觉如此熟悉？你究竟是谁？楚风思索了一番，但却始终想不到自己何曾认识了这样一个存在，于是只好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楚风故意在水底游了很久，这才敢返回海面。之所以如此做，就是为了脱开干系，避免让人发现自己是从妖物手中死里逃生的。
在重返水面之后，楚风最先做的并非是重返妖物抓人的现场，而是来到了小鱼儿等他的地方。糟了，小鱼儿去哪里了？当再度来到让小鱼儿等候的地方，楚风不由眉头紧皱，内心一颤，因为他所布置的结界阵还在，但是小鱼儿却已然消失不见。这正是楚风最担心的。小鱼儿如此特殊，其实有很多心怀不轨之人想要捉小鱼儿，若是被心地善良捉过去，也许会好好照顾小鱼儿，甚至用心培养；但若是被残忍之人抓去，很可能就会对小鱼儿做实验，研究小鱼儿为何如此特殊。那个时候，小鱼儿将会很惨。大哥哥！可就在这时，楚风突然自远处听到了小鱼儿那稚嫩而喜悦的声音，顺声观望，哪怕是楚风也不免有些吃惊。距离他数里外的海面上出现了一道汹涌的水浪，那水浪如利剑一般直射而来，那种可怕的速度，哪怕是楚风也为之啧舌，简直远远的超过了楚风施展青龙疾行术的速度。这一刻，楚风可算是真正的见识到了小鱼儿的强大，这个小娃娃简直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妖孽。哈哈，大哥哥，你总算回来了。小鱼儿没有走哦，小鱼儿乖不乖？小鱼儿来到近前，便自水中爆射而出，竟然不沾一滴海水，干爽无比的落在了楚风的怀中。很乖，小鱼儿最乖了。看着怀中那活蹦乱跳的小家伙，楚风那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这小家伙不简单，楚风他的天分可比你强多了，至少在水里游泳的速度可是你做不到的。打量着楚风怀中的小鱼儿，蛋蛋笑嘻嘻的道：“蛋蛋，你可知道这小丫头的来历？”楚风好奇的问道。蛋蛋虽是界灵，但却见多识广，知道很多楚风不知道的事情。看看他肚兜上的符号，那应该就是他的出处。至于具体是哪里吗？本女王怎么会知道？我又不是在你们的世界长大的。蛋蛋撇了撇嘴，傲娇的说道。而这一刻，楚风也是恍然大悟，赶忙再度仔细观察起小鱼儿肚兜上的符号，但却从来没有见过。据他所知，如今东方海域比较有名的势力也根本没有这样的符号。莫非在东方海域有一座常人所不知的势力？还是说小鱼儿不是来自东方海域，而是五至圣土那个神奇的地方？楚风无法确定小鱼儿来自哪里，但是他却知道，无论小鱼儿来自哪里，那个地方都一定很了不起。当然了，楚风也不能确定小鱼儿就是来自一个强大的势力，毕竟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而小鱼儿又如此奇特，哪怕说它是由天地凝聚而成，特殊奇物所化，楚风也绝对相信。小鱼儿，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这个肚兜是哪里来的？突然，楚风好奇地问道。不知道，我一睁开眼睛就有了。小鱼儿扯了扯自己那粉红色的肚兜后，天真的回道。对于小鱼儿这样的回答，楚风也只能微微一笑，心想在这丫头的身上的确什么都打听不出来。突然之间，楚风却发现远处突然有几道身影掠来，全部都是天武境的高手，他们并没有看向楚风，而是径直的掠向了那之前妖物捉人的地方。紧随其后又有几拨人自楚风的头顶飞过，他们有的很是激动，有的很是兴奋，尤其是男子们，有的更是满面红光，像是发现了至宝一样。而从他们的言论之中，楚风也终于得知，原来是诛仙群岛的一位大人物来了，而这个人叫做亚飞。见状，楚风眉头紧皱，因为他知道这个叫做亚飞的人肯定是为了捉拿妖物而来。换做之前，楚风根本不会关心这些，但是如今不一样了，他总觉得那妖物与他有所关系。在弄清楚那妖物究竟是谁之前，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妖物死去。于是，楚风赶忙对怀中的小鱼儿做了一下伪装，让常人认不出来，他便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特殊娃娃。小鱼儿，小鱼儿，能不能乖乖的在我怀里，不要乱说话，不要乱动？替小鱼儿伪装好后，楚风笑着问道。小鱼儿连点了3下头，既可爱又乖巧。见状，楚风这才满意一笑，抱着小鱼儿向众人所居的地方飞了过去，再度来到了之前妖物捉人的地方。楚风发现这里竟然已被大量的人群所占据，初步估计足有近万人之多。这里明明刚发生过妖物抓人的事情，但是这么快便有这么多人来到此处，并且比之前的人还要多。从此可以看出，那个亚飞的凝聚力还真是不跌。而穿过人群，楚风能够看到，此刻在人群的最中心，有着一队由20名女子组成的人马，全部都是诛仙群岛的人，并且这些女子的实力之强，竟全部都是武军强者。20名武军，在九州大陆如同传说一般的境界，在这里居然有着足足20名。虽然这些人的修为有弱有强，境界也是有高有低，但却的确都是武军无疑，并且普遍年龄都不是很高，年龄最大的也不过是中年，并且保持着较为年轻的容颜，一眼看去全是美女。但此刻最引人瞩目的却并不是这20名女子，几乎所有围观者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20名女子前方的一道身影之上。这道身影同样是名女子，并且她长得非常美艳，高挑的身材，丰润的胸臀，哪怕隔着一条裙摆也能够看出她的胸臀有多凶猛，简直就是完美曲线。并且除了火辣的身材外，女子的脸蛋也是非常的完美，长长的睫毛，妩媚的杏眼，虽然并非是一张樱桃小口，但那双微微翘起的红唇却更显诱惑。单从美貌而言，此女已是胜过了苏柔和苏美，唯有紫菱和淡淡才能胜过一筹。也难怪在场的男子一个个会这般激动与兴奋，因为此女还真是一个具有倾国倾城之容的绝色美人。只不过此女虽美，但最引人瞩目的却并非她那诱人的外表，而是她的实力。她所散发的气息竟然是一位5品武军。经过楚风观察，此女不过是20几岁的年龄，如此年纪，如此修为，再配上她那绝色的容貌，此女当真称得上是天之娇女。在她的面前，哪怕是楚风这样的人也显得不值一提，这才是真正的天才。而从周围人群的议论声中，楚风也是早就知道了此女的身份，她便是来自诛仙群岛的亚飞大人。
想不到人们所说的亚妃大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年轻而强大的女子。看来诛仙群岛还真是藏龙卧虎，底蕴非凡，否则不可能培养出这样的人物。当发现此女之后，楚风也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再次认识到了诛仙群岛的强大，终于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庞然大物。真不愧我东方海域的3大美女，这个模样简直比画中的女子还要漂亮诱人。楚风旁边一名大汉一边搓着手掌，一边紧紧地盯着亚妃那傲人的双峰，以及裸露在外的雪白美腿，还有每一寸肌肤。从上观看，楚风发现这位大汉已是流出了口水，向下观望，裆部更是凸出一团，并且竟然湿了一块。天知道他是有多激动。对于如此猥琐之人，楚风真是懒得理会。但是听到那东方海域的3大美女，楚风却是动了好奇之心，于是问道：“这位大哥，你所说的3大美女是指谁啊？”这位小兄弟，你居然连我东方海域的3大美女是谁都不知道，你还是不是男人？那位猥琐大汉鄙夷地看了一眼楚风。不对啊，我听说东方海域不是2大美女吗？什么时候又变成3大美女了？又有一位颇为年轻的男子听到了楚风2人的对话后，好奇地凑了过来。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几个月前，我东方海域还是2大美女，但是如今早已是3大美女了。看那年轻男子很是好奇，猥琐大汉得意地说道：“3大美女，那第3个美女究竟是谁？”年轻男子满脸好奇地问道：“我东方海域的2大美女，分别是诛仙群岛的绝世天才，同时也是诛仙群岛少岛主的未婚妻亚妃大人。”大汉说道：“这亚妃竟也是那个少岛主的未婚妻？”听得此话，楚风目光一闪，再度看向那亚妃的目光之中，已是有了些许复杂之色。因为楚风的爱人紫菱，就是因为成了那诛仙群岛少岛主的未婚妻，所以才被强行带回了东方海域。但是如今那个少岛主竟然又多出了一个未婚妻，这着实让楚风感到不爽。尽管还未与那所谓的诛仙群岛少岛主见过面，但是命运已经注定了，楚风与他将是大敌。眼下在未能见到那少岛主之前，却先见到了那少岛主的另一名未婚妻，并且还是一个如此倾国倾城、实力强大的女子后，楚风心中自然颇为复杂。至于那第2位美女，便是缥缈仙峰之上缥缈仙姑的第3名弟子秋竹姑娘。据传闻，亚妃之美如同烈焰，让人见其容颜如同焚身一般，欲罢不能；而秋竹之美则如寒冰，只可远观不可触碰，神圣而不可侵犯。今日一见，亚妃果然名不虚传，那惹火的容颜当真是勾魂摄魄，让人忍不住想入非非。想必那秋竹之美也定如传言一样，真想亲眼见见啊！猥琐大汉说到激动处，再度将目光投向了亚妃，也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竟伸出手掌揉了揉自己那湿润的裆部，猥琐至极。这位大哥，你说的我都知道，东方海域的2大美女分别是诛仙群岛的亚妃和缥缈仙峰的秋竹，我想知道的是，你所说的第3位美女究竟是谁？年轻男子好奇地追问道。这第3位美女来头可不小，她便是10几年前名震东方海域的天赐神体花谷子家的紫菱姑娘。猥琐大汉很是得意地说道：“紫菱，竟是紫菱！”听得此话，楚风的瞳孔更是猛然一缩，面容难以自控的有些变化。紫菱是谁？那可是楚风的爱人。他如今来到东方海域，为了变强势一方面，为了解开他的身世是一方面，但是眼下他最想做的事，其实是解救自己的爱人紫菱。花谷子家的天赐神体我知道，在其出生没多久，便成为了诛仙群岛少岛主的未婚妻，并且这么多年来一直闭关修炼，根本没有人见过她的真容。只是她不是叫做紫允吗？你说的紫菱可是她？难道说她出关了？年轻男子很是吃惊地问道。没错，紫菱就是紫允，只不过前不久花谷子家已是宣布紫允改名为紫菱，并且在那一日，有好多人见到了少岛主的另一位未婚妻紫菱姑娘。根据见到紫菱姑娘的人描述，紫菱姑娘虽还是一名少女，但长相已是非常出众，简直如同天上的仙子。她的容颜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间，因为实在是太过完美，完美到让人们如临梦幻，甚至更有见过亚妃和秋竹的人称。紫菱的美貌已经超越了亚妃和秋竹，是当之无愧的东方海域第1美女。什么？竟然比亚妃和秋竹还美？那么那紫菱究竟是怎样的美女？真想看看啊！听得猥琐大汉的话后，年轻男子的脸上满是期待之色。毕竟是传闻，究竟是真是假还很难预料。但不管怎么说，那紫菱能得到如此评价，肯定也是一位美女就对了。猥琐大汉说道：“诛仙群岛的少岛主可真是好福气啊！东方海域的3大美女，其中就有2个是他的未婚妻，这真是羡煞旁人。”年轻男子满脸的羡慕。对于他来说，莫说娶2大美女为妻，哪怕多看几眼也是一种享受。那少岛主是何人？可是我东方海域第1天才，诛仙群岛未来的掌管者，也就是我东方海域未来的霸主。东方海域的最美之人被他索取，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相反，除了他之外，又有谁配得上那3大美女呢？猥琐大汉说出此话之间，脸上也同样满是羡慕。话虽这么说，但是我听闻，其实诛仙群岛少岛主也曾向缥缈仙峰的秋竹姑娘示爱，可是却被拒绝了。由此可见，未必是所有姑娘都愿意嫁给他。年轻男子说道：“这种事情绝对是谣言，以少岛主的修为和样貌，哪有一名女子能抗拒？我相信，若是少岛主真的向秋竹姑娘求爱，秋竹姑娘也肯定会想都不想便答应。我东方海域的3大美女，早晚都是少岛主的人，一个都跑不掉。”猥琐大汉很是确定地说道，可见他对诛仙群岛的少岛主有着十足的信心。可就在这时，
下方那平静的海面上却突然爆射出几十道水柱，而在那水柱冲天起之时，有着足足80名年轻女子自那水柱之中射出，最终来到了亚飞的身前。这80名女子不但全部都是诛仙群岛的人，并且全部有着武军的修为，加上之前的20名武军，这亚飞的随从竟是由100名武军组成，当真是强大非凡，让人为之啧舌。虽然同是武军，但身份却也有着天差地别。当这80名武军来到亚飞身前后，全部俯跪在亚飞的身前，施以大礼。怎么样，可有发现？亚飞平静地开口了，但声音却极其悦耳。原来这个美艳的女子不仅美貌动人，就连声音也是如此的诱惑。回大人，此处海底有座隐藏阵法，阵法内满是白骨，但却未见妖物行踪。其中一名40界灵师的女子恭敬地回道：“懂了。”亚飞妩媚一笑，随后将目光扫向众人，说道：“抱歉诸位，因我诛仙群岛之前的大意，使得很多无辜之人惨遭妖兽杀害。对于死去之人，我诛仙群岛都会对其家人进行补偿。但我觉得最好的补偿绝对不是金钱，而是尊严。所以我在此向诸位保证，我诛仙群岛一定会将那妖物铲除，还大家一个安宁的修炼圣地。亚飞大人万岁！亚飞大人我爱你！”不得不说，这亚飞很会蛊惑人心，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便将在场之人的士气燃起，一副要为亚飞卖命的样子。当然了，这就是美女独有的魅力，何况又是一个如此强大的美女。对于众人的反应，亚飞似乎早有预料，于是她妩媚笑容不减，反而笑得愈加动人，继续说道：“妖物凶残，以我等修武者作为炼化资源，此事相信在座都知道。而根据最近几次妖物出没的规律来看，妖物喜欢活动在这无极血海的中心区域，并且在人多之时才会出现。所以想要捉拿妖物，还需引蛇出洞。我需要诸位的鼎力帮助，需要众人在此处修炼，引诱妖物上钩。但请诸位放心，有我亚飞在此，定可保证诸位的安全。当然，若是在场的诸位有人不相信我亚飞的能力，大可现在就可离去，我亚飞绝不勉强，听从亚飞大人安排。我等相信亚飞大人，除掉妖物，人人有责。”在亚飞的一番蛊惑之下，除了少部分人离去之后，大部分人都留下了，尤其是男子们，几乎没有一人选择离去。接下来，人们便纷纷宽衣解带，跳入下方的海中，装作修炼。有些人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更是当着亚飞等美艳女子的面前，把自己脱光，随后表演起了裸泳。对于这种无耻之人，亚飞等人似乎已经见惯不惯，根本不予理会。在空中布置了一道隐藏结界后，便纷纷踏入其中，静候妖物出现。只不过相比于常人，此刻同在海中装作修炼的楚风，心情却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并不太希望那妖物出现，因为他觉得那亚飞不简单，此次定是有备而来。若是妖物真的出现，未必会是那亚飞的对手。但是另一方面，楚风却又希望妖物出现，因为若是妖物不出现，他就没机会弄清楚妖物究竟是谁，为何放他不杀。他真的是很好奇，这个强大而可怕的存在和他有着怎样的关系。其实楚风也曾设想过，那妖物或许与他的身世有所关联，但最终的答案却并非楚风猜测便能揭晓，必须再度见到妖兽才行。不过不管楚风怎么想，有些事情该发生始终会发生，是根本无法避免的。就在足足3个日夜过去之后，这无极血海的中心区域已经聚集了过万人的修武者，在此修炼。人们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似乎已经忘记了可怕妖物的存在，那叫一个悠闲快乐，还原了从前的修炼景象。只不过当一个声音自海底深处响起之后，却打破了这欢乐的景象，诡异而惊悚的叫声再度响起，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轻者面容巨变，冷汗连连，重者浑身发抖，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当妖物真的出现之后，所有人都被吓坏了，哪怕知道亚飞等人就在半空中的隐藏结界内静候妖物现身，但人们也是不敢再在海中停留，纷纷腾空而起，离开海面，生怕成为了那妖物的食物。此刻本是平静的血色海面早就不再平静，一道道身影如倒射的流星一般向青天之上飞掠而去。飞掠之时，在海面溅起道道笔直的水浪，如蛟龙出海，异常壮观。然而人们还是低估了那妖物的实力。就在人们纷纷来到高空之际，一股狂暴的吸力便自海内传来，紧随其后一股巨大的漩涡出现在了平静的海面之上。那漩涡滚滚流转，发出隆隆之音，旋转之时面积仍在扩大，将那血红色的海水搅得天翻地覆，并且那漩涡不止卷动了海面，更是将那磅礴的吸力覆盖于青天。这一刻，哪怕是人们在半空之中，也皆是难以逃脱自海底传来的强大吸力，全部被束缚，开始纷纷跌落而下，一一被卷入海水之中。一时之间，各种狼哭鬼嚎的惨叫不断，此起彼伏。面对妖物那强大的力量，所有人都被吓坏了。之前的从容早已不在，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空突然传来一声炸响。与此同时，100名娇艳的身影也是自半空浮现而出，正是亚飞等人。大胆妖物，你竟然还敢祸乱此处！今日我非要将你正法不可！亚飞此刻裙摆飘舞，气势非凡，虽然妩媚不减，但是眉宇之间却多出了一抹英气。只不过这抹外人眼中的英气，在楚风眼中却是凶狠之色。可见这个少岛主的未婚妻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而是一个狠角色才对。万物天引阵。突然，亚飞大喝一声，在其头顶之上，一道磅礴的银色漩涡便急速扩散。而当这银色漩涡出现之际，一股磅礴的吸力也是狂涌而出，竟将那些已然跌入海中之人全部吸了上来，最终进入了那银色漩涡之上。好强的手段！见到这一幕，哪怕是楚风也是大吃一惊。那不是结界之术，而是一种武技。但他不得不承认，亚飞所施展的武技的确强于妖物凝聚的漩涡，只是眨眼的功夫，
亚飞便凭借以劫转力，将所有在场之人吸收到了那屹立在半空的银色漩涡之中，使得人们都处于了安全之地。就在众人皆被亚飞解救之际，那海中的漩涡中心竟突然爆炸开来。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爆射而出，他高大2米有余，浑身上下满是水草覆盖，一双血红色的双眼比灯笼还要明亮，散发着无尽的怨气。而楚风一眼便认出，那正是恋人的妖物。妖物一现，顿时发出了一声怪吼。随后，一层狂暴的气息便自其体内爆发而出，凝聚成一把半透明的利刃。那利刃似剑又似锥，足有数丈长，并且急速扩大，直射亚飞。也是五品武军，那么你输定了。感受到妖物所散发出的气息，亚飞竟然不惧反喜。同为五品武军的他，似是有着绝对的把握，能够击败妖物一般。面对那由武力凝聚、直射而来的利刃，亚飞从容淡定，不做反攻。直到那利刃到其面前之际，他才伸出自己那洁白的小手，一把抓在了那锋利无比、蕴含强大武力的利刃之上。不是吧，亚飞大人不要命了不成？见到这一幕，很多人都被吓坏了，因为这里最弱的都是天武境高手，你能够察觉出那利刃的可怕。但就在所有人都被吓出一身冷汗，还以为亚飞那漂亮的小手将要被斩断之际，只见亚飞手中光芒四射，随后只听的一声，那把巨剑便寸寸断裂，最终化成了粉碎。妖物所发出的恐怖一击，竟被亚飞以肉体力量瓦解，花藤天下。而在将妖物的攻击瓦解之后，亚飞不但没有停手，反而招式一变，无数花藤自其袖袍爆射而出，密密麻麻的缠绕而下，向那妖物围攻而去。速度之快，妖物刚刚察觉，竟已被缠绕起来。这一刻，妖物开始发出刺耳的叫声，层层狂暴的能量便自花藤之中不断传出。所有人都能看出，那妖物是在挣扎，但却又根本挣脱不开亚飞所发出的花藤，只能任由花藤一层一层的缠绕，将其包裹得越来越紧。亚飞大人好厉害，这妖物纵横无极，血海无人能敌。想不到亚飞大人一出马，轻轻松松的便将其制服，这便是实力的差距吗？眼见着亚飞简简单单的便将妖物制服，所有人都狂呼起来。但是楚风却是目光紧锁，暗自说道：不，没这么简单，这妖物的实力不该仅有如此才对。曾见识过妖物强大的楚风，深深知道妖物的厉害，但是眼下妖物的表现却着实有些不符合他正常的水平，这让楚风不免泛起了低估。可就在这时，自妖物的体内突然散发出一层无形的波动，那波动直至海中，那波动入海之后，正在平息的海水竟然如同爆发的火山一般汹涌而上，瞬息将那妖物包裹。而这一刻，妖物的力量竟然暴增，一声怒吼夹带着那浑身的花藤钻入了海水之中。与此同时，那花藤另一端的亚飞也是被其强大的力量从高空盒子上拽得下落，直奔下方的无极血海。亚飞大人小心，那妖物在水中更为凶猛，切莫在水中与他交手。见到这一幕，诛仙群岛的众人赶忙高声提醒，想拉我进水，我倒是要看看在水中的你又有多么凶猛。然而以亚飞的智慧，又岂会看不出妖物沾水之后力量更强？但是自信满满的他却根本不理会这些，不但没有放开手中的花藤，反而是娇躯一纵，主动掠入了海水之中。在亚飞入海之后，楚风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二者并没有在交手，亚飞正在被那妖物拖向海底深处，准确的来说是另一个海域，而那亚飞也没有挣脱，任由着妖物牵引，跟随而去。眼见着二者入海，楚风也是灵机一动，锁定二者离去的方向后，绕开众人的视野，悄悄地潜入海中，施展起青龙疾行术这一秘技，便想向二者追赶而去。可恶，根本追不上，他们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但是奈何实力差距实在太大，哪怕楚风有无上秘籍，但却也根本追不上他们。大哥哥，你是要追上那两个家伙吗？可就在楚风几乎绝望之际，他的怀中却突然传来一阵悦耳的声音。低头观望，只见小鱼儿这个特殊的小丫头正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楚风。楚风下意识的点了点头。谁曾想，小鱼儿突然灿烂的一笑，露出那一排洁白的小牙后，随后说道：大哥哥抓住小鱼儿的脚，要抓紧。好。楚风知道小鱼儿是想带着楚风去追妖物与亚飞，所以也不怠慢，说话间便抓住了小鱼儿那白皙的小脚腕。然而楚风刚刚握住小鱼儿的脚腕，便感觉一股巨大的冲力迎面而来，周围的水流竟化作道道白线，不断自己的身旁掠过。小鱼儿正在以一种远远超越青龙疾行术的速度向前方游去，因为速度实在太快，哪怕是楚风也是面容大变，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小鱼儿在水中的速度竟然快到了这种地步，楚风吃惊不已。虽然早就知道小鱼儿很特殊，在水中游泳速度奇快，但万万也想不到快到了这种地步，简直超乎他的想象。这一刻，楚风越来越好奇小鱼儿的出处，明明看着是一个很普通的姑娘，怎么会拥有如此惊人的能力？小鱼儿当真如水中的蛟龙一般，急速游走，一边游走还一边发出愉悦而欢快的声音。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小鱼儿很快便追上了亚飞与妖物。此刻，亚飞与妖物已经交战在一处，层层狂暴的涟漪不断扩洒，海水与沙石在海底深处充斥了这方海域。五品武军交战的威势太过恐怖，哪怕是楚风也不敢太过靠近，因为若是被卷入其中，哪怕是余波也可能会要了楚风的小命。这种情况之下，楚风只好将玄武遁甲术这一秘技施展而出，以此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并且在锁定了妖物的位置后，楚风开始以传音与妖物进行沟通，但是奈何妖物却根本不予回答，就如同收不到楚风的传音一般。你究竟是何人？为何之前不杀我？你一定知道我是谁，你看穿了我的面具，知道我是楚风对不对？你到底是谁？为何要在此滥杀无辜？请你回答我，我对你并无恶意，说不定我还能够帮你。
但是楚风并没有放弃，他坚信妖物听到了他的传音，他也相信妖物是有灵智的。可是1分1秒过去，二者的战圈越来越混乱，楚风根本看不清二者的动态，能够看到的只有恐怖的威势以及混沌一片的海底世界。突然，又是一声巨响传来，一道身影竟自战圈爆射而出，眨眼之间便来到了楚风的身前，竟是亚飞。跟我走。亚飞来到楚风近前，手掌一探，竟然直接将楚风的玄武遁甲术穿透而过，一把抓在了楚风的肩膀之上。随后，他二话不说，便抓住楚风向海面之上飞掠而去。这一刻，楚风能够听见，在他的后方不断响起阵阵愤怒的嘶吼，一股强大的气息正在急速逼近。想都不用想，楚风也知道那定是妖物。虽然不知道亚飞为何要抓自己，但是楚风下意识的也是知道事情不妙，所以赶忙暗中传音于小鱼儿：“快逃！”说话之间，楚风便将小鱼儿从自己的怀中丢了出去，而小鱼儿也没有犹豫，施展出那惊人的水中速度，向远处游去。该死！见到楚风将小鱼儿放走，亚飞勃然大怒，但却也没有去追小鱼儿，反而是脚下步伐一变，加快了前行的速度。在如此速度之下，只听一声，二人便冲出了海面。但亚飞却并未停止脚下的步伐，直到深入茫茫云端之后，才算停止下来，将目光投向下方的海面，紧张地观望起来。而这一刻，楚风也是发现亚飞竟然受伤了，在他的左肩处有着几道血淋淋的伤口。这位五品武军竟然被抓伤了。亚飞并没有理会楚风，而是盯着海面盯了好久，直到他发现那妖物根本没有追赶的迹象后，才将那凌厉的目光投向楚风，开始仔细地打量起来。那种目光简直是想将楚风整个人看透一样。不好，他竟然也是界灵师，那么以他的实力，搞不好刚刚已经察觉到了我与妖物的传音。感受着那凌厉的目光以及强大的精神力，楚风心中泛起了嘀咕。果不其然，在仔细观察了楚风一番后，亚飞突然严厉地开口问道：“你与那妖物是一伙的？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与妖物是一伙的？”楚风赶忙否决，他如今就在亚飞手中，自然不能承认与妖物是一起的，否则那就是找死一样。何况哪怕是他自己也不能确定，那妖物就真的是与他一起的，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确定妖物是谁。少抵赖！你刚刚与妖物暗中传音，已被我全部捕捉。你与他说了什么，我都知道，你还敢抵赖？亚飞逼问道。既然你已经知道我与妖物说什么，就更不应该冤枉我了。我明明是在咒骂那妖物，难道咒骂就是一伙的吗？楚风狡辩道。其实楚风是在赌，他赌亚飞只是察觉到了他与妖物传音，但却并没有听到他与妖物说什么。楚风之所以这样赌，也是有着一些自信的。虽然知道这亚飞也是一名界灵师，并且界灵之术很可能在自己之上，但是楚风却觉得以他的传音手段，就算被亚飞察觉，但未必能够清晰的听到楚风说了些什么。你倒是很能狡辩，刚刚你分明不是在咒骂妖兽，而是在与他沟通，你们就是一伙的，不然为何你与那个怪异的小姑娘在一起？那小姑娘很是特殊，明明没有修武，但却掌握着常人所没有的力量，并且生人无法靠近。我早就推断她与妖物是一伙的，而她偏偏与你走在一起，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亚飞并非简单的角色，并没有相信楚风的辩解，而是继续逼问道：“你说什么呢？我明明是在咒骂妖物而已。我结拜兄弟，死于他的手中，我对他恨之入骨。虽然知道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我骂骂他都不行吗？至于小鱼儿，他的确很特殊，这点我也承认。但是他为何亲近于我也并不清楚。总之我和那孩子挺投缘的。如果你只凭这些便乱下结论，非说我与妖物是一伙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只是你身为诛仙群岛之人，但却这样处事不公，可真枉费大家都称呼你一声亚飞大人。”楚风知道亚飞无法确定自己与妖物的关系，所以干脆一口咬定自己与妖兽没关系。而听到楚风的话后，亚飞没有再说什么，反而是突然笑了，但是他笑的却很是诡异，让楚风不由得感到内心一颤，背脊发寒。事情就是这样，你若不信，我也没有办法。后会有期。感觉到不妙，楚风便想要溜之大吉，然而还不待楚风转身，楚风只听咔嚓一声，自己肩膀的骨头竟然被亚飞硬生生的捏碎了，并且这还不算完，楚风只感觉一层又一层强大的力量正不断灌入自己的体内，开始摧残自己的内脏肉体，削弱自己的力量。剧烈的痛楚让楚风开口大叫起来，他是想以大叫来引起他人的注意，最主要的是他在奢望那只妖物能来救自己，但是那妖物并没有出现，更没有其他人听见，而亚飞也自然不会因为楚风的喊叫而停手，反而笑得更加阴冷，将那诱人的嘴唇凑到楚风的耳边，轻声道：“你以为你嘴硬，我就会放过你吗？我会让你说实话的。”亚飞话罢，楚风便感觉到一层又一层难以忍受的痛感席卷自己的全身，这让楚风很快便满头大汗，失去了支撑的力气，最终双眼一黑，昏死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楚风才渐渐恢复知觉。然而当楚风再度睁开双眼之际，发现自己竟身处一个大殿之内，这大殿很是华丽，似是一个地宫，只不过此刻的却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束缚，被捆绑在一个十字架上。而在他的不远处还有一个人，那是一个美艳的女子，正是亚飞。糟了！看到亚飞之后，再看看周围的情况，楚风暗叫不好，他觉得这亚飞很可能是要对自己严刑逼供了。睡醒了，果不其然，当亚飞发现楚风醒来后，便一边诡异的微笑，一边缓缓地向楚风走来。但说话之间，那纤细而雪白的小手却微微握起，一把武力凝聚而成的尖锐小匕首便出现在了掌心。你究竟想怎样？楚风眉头微皱，知道这亚飞肯定是要对自己不利，自己之前的猜想都是对的。这个亚飞果然不是什么好人，至少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这位外貌出众、天赋极佳的女子，不只是人们眼中的绝色美女和绝世天才，而是一个真正的蛇蝎美人。
怕了。亚飞并未回答，而是走到楚风身前后，便开始拿手中的匕首在楚风的身上来回比划，既诱惑又危险。怕，小爷，我生下来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知道自己在劫难逃。楚风也是没有服软，你还真是有骨气呢，这是做好了什么都不说的准备吗？亚飞诡异的笑道，该说的早已说过，现在没什么好说的，你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我楚风若是哼出半声，就是你儿子。楚风栽在亚飞的手里，只能怪自己大意和技不如人，就算对方真的杀了他，他也没有半句怨言。所以此刻楚风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究竟能不忍多久。听得楚风之话，亚飞的面容突然转冷，随后只听扑哧一声，那手中的匕首便狠狠地插入了楚风的胸膛。然而就在那尖锐的小匕首插入胸膛的一瞬间，楚风却是咬紧住牙关，果然没有哼出半声音。对于楚风的表现，亚飞却是冷哼一声，随后只见其手臂一挥，只听撕拉一声，那匕首便在楚风的胸口划出了一道皮肉翻腾、血淋淋的大口子。被亚飞这么一弄，楚风就算再能忍，也是变得面容苍白，冷汗连连。但哪怕是这样，楚风还是没有喊叫，反而是强忍住疼痛，冷然一笑，开口说道：“只有这种程度，娘们就是娘们，要不要小爷我教教你该如何折磨人？我要折磨人，岂用你教？”亚飞说话之间，掌心一翻，一个木质的小盒子便出现在了手中，而那木盒一打开，便散发出一层微光，那是结界。而在那结界之内，竟然有着无数只蚂蚁大小的血红色虫子。这虫子狠狠是恶心，虽然很小，但却长满了尖锐的黑色爪子，并且不断发出叫声，非常瘆人。当这些可怕的虫子出现后，亚飞这才诡异一笑，随后说道：“你以为我会蠢到只用这小小的匕首对你进行皮肉的折磨？你错了，我在你身上留下这道血痕，不过是为了成全他们而已。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摄魂虫，它们会进入你的身体，然后占据你的内脏，占据你的大脑，最终占据你的灵魂。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我问你什么问题，你都会回答于我，我要你做什么，你都会听从我。但是在此之前，你还将承受最难以忍受的痛楚，接受最残忍的折磨，那就是一点一点被吞噬肉体，直至灵魂的折磨。我倒是要看看你究竟能不能忍受得住。”话罢，亚飞那美艳的脸上便突然涌现出一抹狰狞的阴狠。只见其意念一动，那层结界别自动打开，随后密密麻麻的摄魂虫便在其驱使之下，自那道血淋淋的伤口钻入了楚风的体内。这一刻，楚风当真是体会到了极其难以忍受的痛楚，这种痛楚根本无法言表。但是说其是楚风至今为止体验到最难忍的折磨也不为过。可是楚风却偏偏忍住了，他紧咬牙关，怒视亚飞，下定决心，若是自己能够活下来，一定让这个蛇蝎女子付出应有的代价。你倒是真能忍，不过无妨，很快你就会被这摄魂虫所占据，那个时候你将会变成一个傀儡，我说什么你都会照做。其实你与那妖物究竟有没有关系，我都不在乎，因为就算没有你，我也能够将它斩杀。我抓你回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你之前施展的手段很不寻常，我怀疑那是秘技，至于究竟是不是，杀了你之后自然知晓。不过在杀你之前，我还有另一件事要做，那就是要通过你抓住那个叫小鱼儿的娃娃。那娃娃那么特殊，我倒是研究一番，它究竟从哪弄来的力量。虽然不知道它那小身子骨是否能承受得住我的折磨，但其实也没有关系，就算得不到它的力量，可是杀了它，我也就等于少了一个竞争对手。毕竟天才这东西还是越好啊越好，你说是不是？亚飞笑眯眯地看着楚风，故意将那诱惑的红唇贴得与楚风很近，但对此刻的楚风来说，这个女子没有一点诱惑可言，有的只是危险。此刻的楚风汗如雨下，甚至身体也是无法自控的微微颤抖。那摄魂虫的折磨的确远非常人能够忍受，但是楚风不但忍受了下来，反而笑了起来，对那虚弱的声音对亚飞说道：“你个贱人，你最好直接杀了我，别给我任何机会，否则我会让你付出代价。你倒是真嘴硬，我越来越欣赏你了。不过可惜，我只能通过你来捉住那个小鱼儿，并且我必须拿到你身上的秘技，那种东西在你身上也是浪费，在我的手中才能发挥出它真正的威力。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亚飞对天发誓，在利用完你之后，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惨，因为这就是你骂我的代价。”亚飞诡异一笑，随后玉手猛然下落，只听啪的一声，便在楚风的脸上留下了一道红红的手印。一个巴掌过后，亚飞显然并未解恨，而是再度抬起手掌，准备继续对楚风下手。可就在这时，大殿外突然传来了敲门之音。可是亚飞意念一动，殿门处便绽放其耀眼的光华，最终竟浮现出一道结界门。那结界门浮现后，一名五军境的女子便走了进来，是亚飞的一名随从。只不过此刻她的脸上满是慌忙之色，说道：“亚飞大人，妖物又出现了，在主动攻击我们的人竟然在报复吗？刚好我也有仇要报。”听得此话，亚飞柳眉轻挑，眼中涌现出一抹凶狠的杀机。但是在其走出结界门之前，却又看了一眼楚风，笑道：“你一定觉得我离开后你会有逃脱的机会吧？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这个地方可不是你能逃脱的。另外，那摄魂虫也会很快占据你的身体，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就会乖乖成为我的傀儡。知道成为傀儡之后，我要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我会要你自宫，让你再也做不成男人，让你自己斩掉自己的命根子。你想要尊严，我就偏不给你，这就是与我为敌的下场。”伴随着疯狂而狰狞的笑声消失，亚飞与其随从一同离去了，没有留下任何人看守。这个浩瀚的大殿内只剩下了楚风一人。但是此时此刻，楚风不但被束缚了力量，就连身体也正在被那摄魂虫所占据。这些诡异的虫子太厉害了，尽管楚风能够忍受住这种痛楚，但却无法阻止他们去占据自己的肉身。这样下去，可能真的会变成傀儡。
楚风不能坐以待毙，想办法唤醒神雷的力量，试着用它突破束缚，驱除摄魂虫。就在这时，那久久不语的蛋蛋突然开口提醒道。听得此话，楚风也是反应过来，之前只顾着忍受摄魂虫的痛楚，但却忽略了自己体内的神雷。那神雷那般强大，说不定能够将摄魂虫驱除，突破束缚。想到此处，楚风也不怠慢，意念一动，便开始咬牙切齿，全身心的去沟通体内的3种雷霆之力。楚风这样一做，那在楚风血液中的3种雷霆之力，便如同醒来的王者一般，睁开了霸气的双眼。在苏醒的第一刻，便开始吞噬那在血液之中4窜，想要占据楚风身体的摄魂虫，并且雷霆之力简直势不可挡。那些摄魂虫只要与其碰面，便会第一时间被吞噬炼化，没有丝毫抵抗之力。面对如此凶猛的雷霆之力，那些古怪的摄魂虫更是如临大敌一般，先前那种气势早已不在，如同见到猫的老鼠，在惊慌的叫声中纷纷退出楚风的身体。最终进入楚风身体的大部分摄魂虫全部被楚风体内的雷霆之力吞噬炼化，但也有小部分摄魂虫逃离了楚风体内，藏匿在了这大殿之中，还是无法彻底掌控。若是我能够随心所欲地掌控这股力量，那该多好！在3种雷霆之力驱除了摄魂虫后，楚风被束缚的力量也是恢复。这种情况虽然让他松了一口气，但脸上也没有太多的喜悦之色。这3种雷霆之力已经脱离丹田，进入楚风血液，说他们与楚风融为一体也不为过。因为楚风能够感觉到这3种雷霆之力的不同，那些依然在楚风丹田内的神雷，属于寄居在楚风的体内，楚风根本无法沟通；而这3种雷霆之力却完全不同，他们并不像是寄居于楚风体内，而更像是真的与楚风融合。他们的力量就是楚风的力量，但楚风最为无奈的是，他除了能够借用3种雷霆的力量，让自己的修为有所增进之外，却根本无法彻底掌控这3种雷霆的力量，就犹如虽然融为一体，但他们也仍有自己的生命和思维一般。楚风刚刚只是唤醒了他们，但实际上驱除摄魂虫还是他们自己的意识，并非楚风操纵。但是楚风可以肯定的是，增强自己修为绝对不是这3种雷霆之力全部的力量。若是有朝一日能够彻底掌控他们，自己一定会变得更强。不过眼下，楚风也来不及思考这么多，他必须尽快布置阵法，解开此刻束缚他手脚的结界绳索，并且止住他的伤口，不能再鲜血白流。按理来说，以楚风如今的实力，想解开吴平武军留下的束缚，当真是难上加难，几乎不可能。不过好在那亚飞对自己实在太过自信，他根本不觉得楚风能够突破他的束缚，恢复修为，所以捆绑楚风的手段并不是很高超，甚至很简单，只是随意的手段而已。而楚风的一番努力之后，便成功逃脱了他的捆绑，恢复了自由之身。可恶，这道殿门竟是假的，应该是门中门，只不过被加持了特殊的结界密码。虽然成功恢复修为，摆脱束缚，但是楚风却发现这座大殿可不简单，整座大殿的墙壁都是坚不可摧，应该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结界阵法，并且这结界阵法之强，以楚风掌握的结界之术根本无法破解。就拿刚刚亚飞等人离去的那道结界门来说，楚风此刻就站在此处，但任凭以精神力如何查探，但却发觉不到那道结界门，就犹如根本不存在一般。此时此刻，楚风断定此处的结界乃是金桃界灵师所留，不然不可能如此强大，他连察觉都查探不到，看来只能用天眼一试了。这种情况下，楚风便剩下了最后的手段，那便是寻脉之法中的天眼。天眼一出，楚风的目光顿时产生了变化，锋芒毕露，霸道无比，简直如同2把能够刺穿一切的无形利刃。此刻楚风若是用这种目光看上同等修为的人一眼，便可将其下的战意全无。若是修为在楚风之下者，甚至只是一眼，楚风就能将对方击杀。这便是天眼。而天眼的强大之处，可不只在于威慑，最主要的乃是敏锐的观察力。这种观察力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甚至是普通的界灵师所看不到的存在。天眼的观察力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单纯的精神力。事实上，当楚风动用天眼之后，眼前的殿门果然开始有所变化。他能够看到隐藏的纹路和符咒一点一点浮现，并且越来越清晰。这里的确如楚风所料，整座大殿都是一套强大的阵法，而那结界门就隐藏在那虚假的殿门之中。可是这阵法太厉害了，哪怕楚风能够发现它的存在，但却也根本不是如今的楚风能够破解的。哪怕是楚风已经找到了出口，但却也无法离开此处，因为他着实是没有破解此处的能力。该死，难道我楚风真的要死在那贱人的手中？楚风再镇定，此刻也是难免有些发慌，因为他知道那亚飞回来后一定不会放过他。他真是不想坐以待毙，但却又别无他法。然而就在楚风已经走投无路之际，眼前那道封闭的结界门竟然产生了变化，有人正在开启这道结界门。这种情况之下，让楚风眉头紧皱，下意识的便闪到了一旁，因为他瞬间想到了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亚飞回来了，若真的是亚飞回来，哪怕他恢复实力，也绝对不可能是亚飞的对手，等待他的将是死路一条。第2种可能就是诛仙群岛的人开启了结界门，这结界门设有结界密码，所以知道这结界密码的人身份肯定不低，实力也肯定不弱，但只要不是亚飞，楚风就有一线生机，也许能够趁机逃脱。这一刻，楚风真是紧张到了极点，甚至已经将青龙极行术以及玄武遁甲术这2种秘籍一同施展而出，将自己的力量调整到了最佳状态。他不得不凝重对待，因为他的生死
就决定于那开启结界者的身上，准确的来说，就决定在那人进入的一瞬间。终于，那结界光芒越来越亮，而在那结界旋转之间，楚风竟然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声音，伴随着一阵欢呼雀跃的声音，一道小巧的身影自结界中跳了进来。小鱼儿见到眼前的小巧身影，楚风顿时一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哥哥，小鱼儿总算找到你，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小鱼儿好聪明。而见到楚风之后，小鱼儿也是欢呼雀跃，开始蹦蹦跳跳的向大殿中心跑去，随后竟然张开双臂，开始原地绕圈圈，天真浪漫，可爱至极。可就在这时，大殿的角落却突然传来阵阵惊悚的叫声，与此同时，一小片黑色物体正密密麻麻的向小鱼儿爬去，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不好，小鱼儿快跑！见到这一幕，楚风顿时面容大变，因为他知道哪些黑色的物体乃是摄魂虫。之前进入他体内的摄魂虫，虽然大部分都被体内的雷霆吞噬，但的确有一小部分逃了出来。而他万万也没想到的是，这些摄魂虫竟然这么凶残可恶。虽然惧怕了楚风，但在发现小鱼儿的第一时间，便向小鱼儿攻击了过去。那摄魂虫的厉害，楚风曾亲身体验过，若是没有雷霆之力，恐怕可能已经变成了傀儡。所以他不敢有所怠慢，一边催动青龙极星术向小鱼儿的方向飞去，一边意念转动，以示释放出了自己的威压，想以此来消灭那些摄魂虫。